大家好，我是原子思维。人与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在思维上，每次只需做出原子般的改变，经过积累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会不断分享我的读书心得。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内容，别忘了点击右侧的小铃铛，能够及时收到我更新的内容哦。你可能不会在玩游戏或者手机上浏览网页时遇到问题。实际上，我毫不怀疑你可以连续2个小时坐在屏幕前玩游戏，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会破坏你的注意力。但是换成学习半个小时呢？那可能太难了。再做1个小时的家务怎么样？听起来不太吸引人。即使你在逻辑上知道，从长远来看，学习、锻炼和创业或者其他有益的事情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好处，可是你仍然喜欢看电视、玩游戏和浏览 Facebook。有人会说，这很明显啊，因为一个事情很容易做，不需要太多的努力，而另一个事情很困难，需要你运用自己有限的意志力去克服。我当然会去做容易的事情了。但是有些人在规律的学习、锻炼或者做其他困难事情时，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这就引出了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更有动力去解决困难的事情？有没有办法使困难的事情变得容易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我们的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多巴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愉悦的激素，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功能。多巴胺使我们产生渴望，就是这种渴望使我们有动力来做事情。如果你不确定多巴胺的功效，让我为你介绍一个实验。神经科学家对老鼠做了实验，研究人员将电极植入老鼠的大脑，每当老鼠拉动操纵杆时，研究人员就会刺激老鼠大脑中的奖励系统。结果是老鼠产生了强烈的渴望，以至于不断地拉动操纵杆，连续好几个小时。老鼠会拒绝进食甚至睡觉，一直按住操纵杆直到筋疲力尽为止。但是随后过程被逆转了，研究人员阻止了大脑奖励中心多巴胺的释放，结果老鼠变得昏昏欲睡，甚至起床喝水也不想去。它们不吃不喝不交配，它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了欲望。可以说，老鼠失去了所有的生存意愿。但是如果将食物直接放到嘴里，老鼠仍然会去吃，它们只是没有动力自己站起来。你会认为正是口渴或者饥饿促使我们获得食物或水，但是在这里，多巴胺起着关键的作用。那些实验的老鼠可能是极端的情况，但是你也会看到多巴胺对人类以及我们日常的生活产生类似的影响。实际上，你的大脑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多巴胺的分泌数量来制定渴望的优先级别。如果一项活动释放的多巴胺太少，你将没有太多的动力去做。但是如果一项活动释放大量的多巴胺，你就会被激励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去做。那么哪些行为会释放多巴胺呢？你预期有潜在奖励的任何活动都会将其释放。但是如果你知道该行为没有立即的回报，那么你的大脑就不会释放多巴胺。举个例子，你在吃美食之前，你的大脑会释放多巴胺，因为你渴望美食能够使你愉悦，即使实际上会让你的身体更糟糕，那是因为你的大脑不在乎高多巴胺对你是否有害，它只是想要更多的多巴胺。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吸毒者，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吸毒对他不好，但是他想要的只是获得更多的毒品。冰毒、海洛因除了使你感觉很嗨以外，还会让大脑释放大量的多巴胺，反过来又使你更加渴望它们。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几乎所有的物质都会释放一定量的多巴胺，甚至是口渴时喝水也会。但是当你随机获得奖励时，多巴胺的释放量是最高的。在赌场上玩老虎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即使你在那儿一直都在赔钱，你最终还是希望获得更大的奖励，你只是不知道何时会发生而已。
在当今的数字社会中，我们甚至不知道大脑每天都在摄取超量的多巴胺。一些高多巴胺的行为包括浏览社交媒体、玩游戏、观看互联网色情内容等。我们渴望的这些行为，每一种都会带来某种回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断看手机的原因。我们希望看到一条短信或者其他的通知，我们变得像那些拉动操纵杆的老鼠一样，试图获得新的多巴胺。你可能会想，那又如何？这并没有伤害我呀。我告诉你，你是错的。我们的身体具有成为稳态的生物系统，这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喜欢将内部的物理和化学条件保持在平衡的水平。每当失衡发生时，我们的身体就会适应它。让我举个例子，当外面很冷时，我们的体温会下降，结果我们开始发抖，产生热量，并温暖人体。但是当外面很热时，我们的体温会上升，然后我们开始以出汗的形式来损失一些热量，把我们的身体体温保持在37摄氏度。但是动态平衡还有另外一种表现，那就是适应。例如，很少喝酒的人会很快喝醉，但是经常喝酒的人就可以喝更多的酒，因为他们的身体对此产生了适应。也就是说，要使他们喝醉需要越来越多的酒，因为他们已经变得对酒不太敏感了。多巴胺也是同样的道理，你的身体试图维持多巴胺的平衡，因此下调了你的多巴胺吸收量，这就导致了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高多巴胺的水平，而更高的多巴胺分泌量变成了你的新常态。因此你会产生多巴胺的耐受性，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那些不能给你多巴胺的东西会让你不太感兴趣，哪怕是你自己强迫自己去做，也要困难得多。因为与会大量分泌多巴胺的事情相比，你会感到无聊、娱乐性降低等。这就是为什么相比之下，人们更喜欢玩游戏或者浏览网页，而不是学习或做其他困难的事情。因为玩游戏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使我们倍感舒适。可悲的是，诸如努力工作或者阅读之类的事情，多巴胺会以较低的量释放出来。这是试图戒毒的吸毒者难以适应正常生活的原因之一。他们对多巴胺的耐受性很高，以至于正常生活无法与之匹敌。如果多巴胺释放量不足，他们就会变得像以前实验中没有欲望的老鼠一样。不只是吸毒，沉迷游戏、社交媒体或者互联网色情的人是一样的。一旦他们对多巴胺的耐受性变得过高，他们根本无法享受低多巴胺的行为。那这样又导致了一个问题，是否可以采取措施来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呢？答案是，你需要进行多巴胺排毒。你要做的是留出1天的时间，在这1天里，你将禁止做所有高度刺激多巴胺分泌的活动，让你的多巴胺吸收器官休息整整1整天。你不能用手机、电脑、iPad 任何电子产品，不允许你听音乐，不允许手淫，甚至吃任何垃圾食品。基本上，你将整天身处所有的外部越来远，你将感到非常无聊。但是你可以散步、冥想，一个人静静的思考，反思你的生活和目标，然后在纸上写下你得到的任何想法。以上所有这些看起来都非常极端，但是如果你想获得根本性的成果，并且希望快速取得成果，则需要采取能够根本性的行动。现在你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这行得通呢？你可以这样想，假设你一直在城里最好的餐厅用餐，结果就是这些精美的饭菜成了你的新常态。如果有一天有人给你1碗米饭，你可能会拒绝，因为它根本不好吃。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被困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岛上，并且饿了好几天，那么这碗米饭看起来就非常不错。简单的说，多巴胺排毒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你现在变得非常无聊，而之前的那些无聊的事情就变得有趣了。在理想的情况下，你应该完全或者尽量少的避免那些高多巴胺的不好行为。相反，你应该将更多的多巴胺与真正的有益的事情联系起来。你会发现你目前的高多巴胺活动
可以起到刺激的作用。换句话说，你可以利用多巴胺的高活动作为完成困难工作的奖励。当我完成一定数量的工作后，我会在一天结束时给自己一些高多巴胺活动作为奖励。这里的关键词是完成之后和一天结束之前。如果我首先沉迷于高多巴胺的行为，那我就会觉得低多巴胺的工作没有意思，我根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总是从困难的事情开始，然后让自己干那些高多巴胺的活动。我就用我自己来举例吧，每完成1个小时的低多巴胺工作，我就会奖励自己大约15分钟的时间来玩游戏。这意味着对于8小时的低多巴胺工作，我可以让自己大约打2个小时的游戏。当然，这些是我的时间比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它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沉迷于对健康有害的事物，那么你不能将其作为奖励，取而代之的是找到那些不那么有害的奖励，而且你依然认为值得付出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是多巴胺成瘾者，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多巴胺可以刺激我们实现目标并改善我们自己。但是由你决定要从哪里获得多巴胺。你会从对你不利的事物中获得多巴胺吗？还是要从实现长期目标中获得？这是你的选择。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请轻按关注、点赞按钮，不胜感激。与往常一样，欢迎您的收看。我希望这段视频能使你比昨天变得更好。再见。